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今天要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那今天的题目是很受欢迎的题目就是你正在吸引着谁？你正在吸引着谁？那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如果你要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想要看得更仔细、看得更久一点，你可以按暂停来，我们来看第一张牌是什么？第一张牌是金币骑士，金币骑士。金币骑士。好，第二张牌是世界牌，世界牌。第二张牌第三张牌是愚人牌，愚人牌好，我今天用的是世界塔罗牌就是有各种景致什么的，我非常喜欢这组牌这组牌可以引导我截取更遥远更有场景式的片段那你们呢，就选择整个画面设计图样最难移开目光的那个共感就最强，那你就选它好，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你正在吸引着谁？好来，我们先一样抽5张牌来慢慢看好，先从第一张牌。第一张 ，OK， 大概是第2张，看一下我看一下画面的距离 ，OK， 好，第3、4、5，好，我慢慢来看你吸引的那个人他是一个观察力、理解力、好奇心都很重的人他对这个世界上一些新颖的东西、一些特别的东西非常有感觉，所以啦，你在他眼中是非常独特的在他所知的知识里，在他所知的经验里来说，你是非常特别的，非常也算是另类的了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们的关系呢？它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你去参加别人的活动，也没有到婚礼啦，大概就是一个 party 或是生日聚餐的时候巧遇他的，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同事带来的一个新的朋友那而且他是一个很就是说，这个活动本来没有他要出现了，他没有要去，可是就不知道怎么风水阴错阳差的状态，他就突然答应了你的朋友或什么，然后就去了，然后就遇见你，他也觉得很惊讶。那你们算是一种不期而遇一种很特别的邂逅了。那在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他其实就一直在偷看你了他就一直在偷看你了。然后他有刻意的躲在别人后面了，然后再偷偷的看你，因为他知道他跟你不熟，然后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只是朋友的朋友，他也不算是跟你们工作有相关的，没有，他就是一个很以现实来说跟你有段距离了，所以他如果特别去跑去跟你聊，对他来说他也觉得太唐突了。可是他其实他真的很注意你，然后在他觉得，我觉得他会在这个见面之后，他不会跟你留电话，他不会跟你留联络方式，然后不是，他不会跟朋友要你的方式，然后另外时间再认识你，他会当下就求助他的朋友来介绍你们认识，很快节奏很快，而且当天你们就会认识，而且你也会很有感觉你也会很有感觉。那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啦，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焕然一新、如沐春风，有一种心情上会有一种超脱，也不能说超脱，就是跟你原本对于喜欢人、对于爱情的感觉不太一样。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因为塔牌在这个位置它有一点让你原本的价值观、你原本对爱情的感受有一点重新打造、重新塑造，
哦，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对他的感觉也是很特别，而且是一种你也摸不着头绪，自己为什么对他有比较重的、比较也不算印象深刻，很像你就被吸引住这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也是哈，在这边看到你们两个的协调性很高，哦，然后这个能量的气质结构也很相似。你们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有一种熟悉感，而且看对眼的感觉还蛮深的。有一种你们彼此很快就会在这一个场合就不小心有点忘记其他人还在，然后一直注意对方。不过你发现他的速度没有他发现你快，哦，然后你发现这个感觉也没有他快，他很快，他第一眼就有这个很特别的感觉了。那他有点按耐不住性子啦。他当下遇到你的时候，他就开始问他的朋友说：“你是谁？从哪里来？然后什么什么？今天他是怎么会遇到这个人？然后什么？”他就会开始问他朋友你的一些事情，所以他朋友很快就发现他对你有特别的感觉，所以他的朋友很快就会把你们介绍出，会找一个机会把你们介绍这样。那个情况，我目前看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家都站着聊天的情况，还有一种是大家围在一个桌子吃饭的情况。所以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他会比较难，你的朋友会比较难把他介绍给你。第一种情况比较容易，所以不知道你会碰到哪一个情况了。如果是第二个情况说，我觉得节奏是比较慢的，但是第一天见面的那一天那一个场合，你们就一定会认识了。不过我有发现你这里大概不太会很快就表明对他的好感，你会退一步，你会退缩，你会突然有一个防备心会出来然后你也会去问你的朋友说这个人是谁。所以呢，你们两个的这个共同朋友还蛮重要的在这个关系里，因为他在很深、很深、很深的你们两个的连接，就是说你们的连接有点像是在一个很隐晦、很底下，连你们自己都摸不着的一个深海沟的位置有一个连接。那你这个朋友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可以把这个连接捞起来。所以呢，你现在吸引到的这个人，有很大的，就是说工程啦，就是你这个朋友啦，因为其实你这个朋友不一定要会带他来，可是那一天他偏偏就想带这个人来所以这个邂逅的时间就很巧合，那一天他就要出现了不过这边要有点告诉你说，小心你会错过因为你那一天正忙碌着要跟很多人交际、认识、聊天什么的，很多。那一天有一个错过的讯息，有一点点可能会错过，他可能也会擦身而过，或是他一直没找到机会跟你好好的聊天，因为第一天你们很快就有感觉了嘛，一定要抓住那一个感觉不然很快就会被他认为说可能你没感觉。那一天他很容易误会，觉得你没感觉了，所以近期，我这边指的是近期如果你真的有喜欢谁，对谁有感觉，你要表达出来，至少要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你对他有好感，然后不要让对方觉得你不太理会或什么的。最近如果你有感觉舒服的新的朋友认识的时候，记得不要把防备心拿出来这一题要小心因为这边刚刚告诉你了，你会很自然而然的把防备心拿出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就会把它拿出来。你记得不要，因为可能会丢错讯号要小心一下要注意一下。来，我再继续往下翻这个独角兽不过它出现的位置，我先解释这张牌一般来说是你们两个会有一个很强的联系啦。可是因为这张牌出现在一个我觉得被要求要有一些关键事件的情况，那就是要这个朋友出现。所以也就是说，你们其实在底下，你们两个人相遇是注定的，但是要有个媒介这一份感情，这份恋情有被设定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没有发生就没有，就是你这个共同朋友出现，就是你们两个都要共同认识这一个人，但还好会出现了，所以
这个部分算过关哈。那再来还有一个比较很重要的地方是，你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你很难确定是不是遇到他，所以我前面才跟你说，你要先准备好，你最近遇到人，如果感觉不错，你都要把它释放出来哈。那这张圣杯皇后在这边告诉你的是说，你别担心你释放出来的那。最近你释放出来的一些好感，跟你对别人的喜好，都会有很好的回馈，因为你近期的魅力跟你最近的水的本质是属于温温的、温暖的，你最近在散发出一种温暖、舒服，怎么讲？夏天的凉水，冬天的温水的这种调和性的气质，你最近在散发这个，所以尽量利用，尽量展现。最近总的来说，就是你最近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在释放了，所以他这个人来的时候，他会注意到你。那爱情的门爱情的门，感情的门，有点像是你星盘里面的水星，你原本期待跟适合的人的这一道恋爱的门，现在是打开的。所以近期也有可能，你不只会收到一个人对你的喜欢的表达，不止一个哦。那我也很难跟你确定会是谁，但是你确实以今天这一题来说，因为你的魅力跟已经在散发出去了，所以你会吸引到谁？我目前只能说会有，但也有可能是不止一个啦。所以记得我刚说的，你要尽量释放出你的好感哈，你知道对谁有好感，你要释放出来，不要隐藏，不要收起来，也不要怕害羞，也不要怕表错情或什么，因为近期你很需要释放这个能量出去了，不然你可能会错过近期最好的一次能量，你的魅力释放的一个好时机哦，因为这边有很多牌都有点算是在支持你去做一些比较主动的事情哦，而且你的能量也到了一个不错的饱和点，你需要展现你的魅力啦，不要把它隐藏起来。来，继续翻一下哈。好，一下。这牌比较大张，画面可能塞不下。这边已经开始讲到你们两个人相处的现况哦，表示不只吸引到他，你们还很有机会在一起。好，那这边有说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好的印象的创造了，然后很快就会有所联系，会保持联系，在第一天就有非常浓烈的一个接触跟互动了。好，那我刚刚是不是有说，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的感觉，会在这一次见面的时候出现？没错，这边又再出现了一个死亡牌，在告诉你说。你这个重生的感觉，全新的感觉，真的会在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虽然今天的题目是你在吸引着他，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个人注定要走向你身边，让你看到。这题目比较像这个，那吸引他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开始。这里有好几张牌都已经有在讲你们未来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哦。那而且宝剑国王也出现了，他真的是看准了你，甚至也不是因为你某种魅力吸引他，而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准了你，他必须要跟你表达，他一定要让你知道，他有一种，就是你们其实在这一次会面之前，你们的能量在某个，就跟你说在底下就已经连起来了嘛。无论你这个朋友有没有介绍给他，他其实已经会在你附近出现了，只是你们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你们是势必要认识的啦。只是这边也要跟你说，你这一次遇到他之后，你的这个全新的一种爱情观，全新的一种对于人的感觉，就是你身上会有一种很新的感觉，你会有点陌生，有点不熟悉。但我跟你说，你好好享受它，你好好的感觉它，因为这一段关系这边有说是你人生一次很棒的智慧会在一次进阶开窍的一个机会。
这样讲其实有点恐怖，很像是说必须要经历了什么痛苦的事情才智慧开窍。我不知道，但他这里的牌目前都是美好的状态。我想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可以，不可能是补足你嘛？其实，可是我不觉得是补足你，我觉得他很像是带着你加分。因为我这边看到你们两个好像有一种类似的感觉，类似的感觉很重哦，所以应该是加分的啦。哦，这边没有什么，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能量互补，哦，也没有什么不协调的状态。哦，我再仔细看一下牌面，除了字之外，还有什么需要给我？哦，好，其实都还好哈，能量就是很协调。然后我看一下，还是一样，要小心。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错过哈，记得要多释放一下。这边还是有，下面也再讲了一次这个。好，那我再翻其他的牌哈。我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连接状态啦，因为确定注定是有会认识，然后也会交往，会试着交往，但后面发展如何没有抓这么远，但是目前都还是初步状态，都是非常和谐的，很适合交往看看的情况哈。那他这个人还没有说，他这个人怎么样，目前都还没有说哈。我先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接状态。哦，你们在一起之后，你们会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然后你们会有新的梦想，会有新的想做的事，很有可能会一起合作什么事情，就是你们两个很对拍啦，两个很对拍，好像彼此是彼此的 buff，就是一种加分，两个真的还蛮合的哈。而且这边又说了，你们外在其实是彼此是互相吸引的。然后这边又再讲了一次，你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全新的体认，会有一种更新的勇气，更新的，反正你就会升一级。这个人出现之后，你就会往下升一级。这里又讲了一次，然后这里有可能要注意你一下，然后就是其实刚又讲了，这里又讲一次，就是你最近遇到人的时候，尽量要把自己的喜欢表达出来哈。这边有一在提醒你说，当你正面遇到爱情的时候，最近你会突然逃避，你会突然背对着接进来的爱情，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最近会有这个反应，你要注意一下，要控制一下，不要尽量要去释放一下自己的喜欢，对方才能够接受到。那这边确实有讲到说，你们是遇到另外一个自己，有这个讯号，你们其实是遇到了另外一个自己，所以你是吸引到了你自己，所以你们在于磨合相处上没有太多的问题，因为你们有点像彼此的复制人，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两个你在做事情，事情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效果。它使然你们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也难怪牌面上没有太多的琢磨在于这个人的样子、这个人的个性什么，因为他其实跟你还蛮像的。好，那外表是有吸引到，外表是你会喜欢的，外表是你会喜欢的。然后你们的相处，你们的个性对外人要求的也都比较严厉，但是对彼此却比较放松。彼此是彼此的 BIP、BBIP 都是，你们最能够释怀的却是彼此，所以你们相处是非常融洽的。你们可以大方的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对方也能够很乐意的、很快速的接受，而且觉得很开心，有这种彼此交换想法的一个时常出现的状态。哦，总之啦，我觉得选到1号牌的朋友，其实到现在内容都很顺啦，都很顺。现在要发生什么，要怎么见面，后面再相处各方面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它很像是说，你终于期待已久的一个爱情，就这样意外的跑出来，而且更意外的是，出现了一个跟你很类似的人，你们还甚至不用互相学习，很快就能够在一起。他有的时候很像你的朋友，有的时候很像你的兄弟姐妹，可是有很多的时候又像是一种亲密的爱人。他可以用一种多重身份进入你的世界里，因为各方面都还蛮合的，都很顺，所以什么样的角色待在你身边都很有可能。好，那至于未来会持续多久，这个在今天这里的牌是没有看到的。再讲一次，就是一开头的情况非常好。好，
我来翻一下他的，我这是翻一下他的个性啦，哈，帮你抓他个性方面。时间上的话，我相信的时候有人在问说，那大概何时会遇到？何时啊？没有很远啦，因为你已经吸引到他了啦，哈。哎，这不是吸引到他，等等，不是已经吸引到他，是你会在最近某一个聚会或什么时候会遇到他，你会立刻吸引到他哈。现在还没哈，那是因为那事件还没发生。哎，我帮你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各方面哈。嗯，我跟你说，他其实哈，他对你比较积极，他对你比较积极，很在意你的想法。可是他对于自己的生活，他其实很懒散的，他追求很舒适的，他追求很不要花太多费心力的悠闲的生活。他也很努力的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好，所以他才能够享受这些。其实他是个在他的世界里，他想当一个废人，想当一个很懒惰的人。可是遇到你之后，就激起了他很多的动力，想要跟你去做什么，想要跟你带你出去玩，这样的那些的。原本的他不会这样对自己了，所以对他来讲，你激励了他很多内在的生命力跟活力哦。那我刚刚说你会有一个全新的感觉会出来吗？一种全新的自己，你会体认到自己。其实他这边不止全新的，你会体认到自己有某个程度上的无限可能了，因为这个人出现。我想哈，是因为这个人特别多的 idea，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就有特别多的想法，然后他希望你跟他一起去玩还是什么的。然后打个比方，也许你们去一个需要很好英文的地方，然后你原本觉得很害怕，可是你跟他一起去的时候，就发现你自己英文还蛮流利的，什么英文都敢讲，你有一种新的突破。然后你跟他一起的时候，你们譬如说接触艺术或什么时候，你本来也没兴趣，可是跟他一起讨论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其实你能够理解的东西更多。看电影的时候也是，看影集的时候也是，读书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人他其实自己遇到你说他有一个全新的感觉，好，他一个内在有一个火能量会爆发，他内在有一个很强的生命力突然醒来，他突然带领你想要去做很多事情，他遇到你之后就想要跟你做很多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跟他原本想要悠闲懒散的生活完全不同。好，然后你们两个因为这样子互相的带领，两相成之后，突然把彼此的潜力都激发出来了。哪种潜力？就是创造力啊、行动力啊、积极度啊、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原本的潜力都激发出来了。所以啦，不过有个缺点啦，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你们会太常出去，所以你们会很容易累啦。然后也因为太常出去远的地方，可能需要赚更多的钱才能够支付你们去很多地方去看看走走。哦，这是大概的缺点。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找到了你一个很不错的 partner， 很不错的伙伴。有这个讯号，我觉得这个讯号还更重。他不一定是找到你的另一个自己，我觉得他真的找到一个很适合跟你去任何地方的一个 partner， 这很重要。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一题哈，你吸引到他，他跟你一起，我觉得在更远的一个角度，即使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你们两个会也会有一种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的状态，也会出现。哦，其实如果你常来看牌，你会发现这个情况好像出现过好几次，我都会觉得这都是好不容易终于等到了。哦，不过这一题，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小的阴暗面是，其实你们其实表面上大概有70-80都非常相像，但是有20-30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完全不一样，所以才会在那20-30%完全不一样，才会在你们提出一些事情、想法要去哪里玩这种时候，才会给彼此很多惊喜。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宇宙为什么要选他来出现在你身边的原因。因为你们两个，像我刚刚说，他都开始觉得他想要懒散生活什么，我觉得宇宙发现你们两个都开始觉得生命有点乏味了，有点平淡了，所以让你们两个凑在一起的时候，要发挥那20%的创造力跟有点好奇心吧之类的哈。然后那20%，因为你们两个都不同嘛，所以才会在一种很稳定的沟通里呀，很稳定的相处里，才会创造出很多的奇异点，很多的惊喜。
就是有点突然说，我想去这里，你有想过他？然后你会觉得说，我怎么从来都没想过要去这里？然后有一个人想去，然后你就突然觉得，其实我也想去，那我们就一起去吧，就会突然有这种惊喜。但是原本的你从来不会想到这里，因为也就是因为你们不一样，所以他才会讲出一些你从来没听过的话啦。无论是看影集、看电影什么，也会这样，他会讲出一些你能够听得懂，你能够接受，你听了也会开心，但是你从来不会把这句话从嘴巴里讲出来的一些赞赏、赞美，这样。即使或是看一些电影，然后你就觉得很讨厌，但你从来都不会讲出来，只会放在心里。可是你刚开始去看电影或什么时候，他会先把这句话讲出来，你心里就会觉得说，对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这句话不会从我心里讲出来，我只是一个感觉，我把它具体讲出来。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认同感，然后他还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讲，或是他会用一种你从来都不会想要讲出来的模式讲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在展现你们两个的不同点，然后才会一直给彼此不同的惊喜，然后这个惊喜就充满了一种彼此的认同感。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抽象，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听得懂。它真的就是一种很深、很浅、很深沉的默契，就在你们两个人之中就本来就存在了。然后只是你们两个没有遇到彼此前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它不会发酵，它没有一个媒介发酵。好，那我再帮你挖一些他的特别的性格或什么的哈，来挖一些比较黑暗的深的位置，然后帮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讯号。我看一下，没有太这边又重复了刚刚那一个懒散的感觉。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啦，他把很多事情都放在一些想象里，所以他其实很喜欢看什么卡通啊、看动漫那种有点中二，把自己想要去达成的梦想或什么的一些，把它放在自己的想象里、脑海里、幻想里去旅程就好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平常睡觉很多梦的人，他在梦里有非常多的探险，当过非常多的角色，有过不同的故事。然后他醒来的时候，他觉得很疲惫，因为他都经历过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宁愿把他的生活过好之余，他就想当一个懒散、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人。好，这是他的本质哦，这是他的本质，非常非常有趣。可是他并不是他本质上就是懒惰，而是他真的能力很好，又够有智慧，所以他选择要懒惰下去，因为他觉得这才是对他人生最舒服的状态。这是他的性格。从这里我大概知道说，你跟他相处之后，其实你要小心，你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被他感染到很多小时间里的懒散，他想要就当个废人，然后你可能也会享受这件事，因为你们可能我刚刚说你们会去探索很多事情，一起出去或什么，对这事情好奇，但终究你们还是会有一种懒惰的情况，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你们相处一开始可能会很常去某些地方，然后中间会有一段时间都每天待在家里或者什么，在家里休息，不太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有新的 idea 之后，你们会再开始密集的去很多地方，这样子。这是牌面上看到你们未来可能的一个情况了。好，大致上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总结来说，你会吸引到一个，我觉得会吸引到一个跟你真的蛮类似的人。然后你说的话他听得懂，他说的话你听得懂。他这种懂法就是价值观雷同，方向一致。然后原本你怎么用什么角度看那个世界，你觉得世界应该会发生什么事，会有什么样子，其实他也都看得到。所以他讲起来的时候，都很像是你脑海中已经 run 过的一个景象。所以他讲起来说，你会懂。你会有一种熟悉感。好，然后他是行动力蛮强的，他可能比你再强一点，只是他因为知道自己行动力很强，所以他在脑子里去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把他想累了。他其实有想过说他去哪里什么去哪里，可他在脑子里想过一遍之后，他就已经累了，所以他最后选择说，如果我能够废着休息就好了。可是其实他本质上他是真的很想要有行动力去做那件事情的。如果他一启动了，开始去了，他会停不下来所以他遇到你之后，他这个东西就启动了，会停不下来其实坦白说，你跟着他不用发挥各种想法，
也能够跟他去很多还不错的地方，但是这边看起来你确实是会跟他讨论，你也会对更多新的东西有兴趣，所以你会告诉他。当你告诉他之后，他那个启动的能量会再加倍的启动，因为他会发现说有新的 idea，然后又是没听过的，他可以去研究，他可以去想说，那我们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很特别，从来没做过的。其实你这边也是，这就是我刚说的，你们有那20%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互相给彼此惊喜。其实这一题很珍贵啊，你真的会遇到，有点像是遇到缺角了，真的会遇到缺角了。然后他又是用一种多元的角色，可以跟你相处，不呆板，不无聊。你可以期待一下。但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的这里，最后还是提醒你一下记得最近你对任何人有感觉，互动起来还不错，记得把你的喜欢讲出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你的赞美讲出来，把你的喜好讲出来。你看到这里真的很喜欢，你就把它讲出来，不要放在心里隐藏起来，要让对方知道，把这些好的讯息传出去，传达出去。对你现在的状况都很有帮助。好，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哦。来，我们继续来选择第2号的朋友第2号牌的朋友。来，等一下来，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表示这个人就在附近我觉得大家也很喜欢听这个题目，那我们来认真抽一下第2组牌的朋友，先抽5张，看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关联性来，很好，来好，好，就先这几张首先必须说它这个能量过来是有一种，它这个有一种终于把这份恋情提炼出来了啦。这个提炼的意思是说，你这边的努力，还有他那边的努力不是为了你们彼此的为了你们彼此而努力啦。他意思是说，为了自己的人生而努力，你也是为了自己的人生而努力最主要是你这里啦，你这里的努力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收成阶段，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阶段。无论是你的人、你的人格、你的品质、你的内在各方面，有点像是你修炼要修成正果了，但不是爱情的修成正果，是你这个阶段你要领取你的赠品了，你的奖品了啦。你该领取了，那这个奖品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然后整个人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就是显现出一种可贵、一种价值基本上你应该已经领了，你应该要领了，已经领了都有，因为这个人已经被吸引了。被吸引了还是将要被吸引？这个还不太，我觉得应该是将要被吸引的他已经在你附近了那无论如何啦，我觉得你的这个状态非常好这个人注定要被你吸引着。然后，因为最底下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小小的捷径，躲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环境里，它不是一个直通的，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捷径，有一个小小开的门偷偷打开了。那什么东西在穿梭？就是你们两个连接的一个水能量，你们一个连接的一种缘分的能量，已经在下面偷偷的连接起来。表面上你们两个可能是不认识的人，或是认识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目前我看起来是不认识啦，是不认识然后他正笔直的，他的能量正笔直往你这边来被你底下那一个原本是封锁住的一个通道，就你跟他的捷径的一个通道最近打开了啦。就是我刚刚说的，你的一个成长，有一个收获，已经到了某个阶段的跨越了你应该有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想做的事情变多，有点想要改变现状那就表示那个门已经打开了。为什么那个门会跟着这个打开？因为这个门的钥匙是你有资格开了这个门，是你的资格，而不是真的想要打开就打开。那现在你已经到了某个时候，你有资格开这个门了，那门打开了，那这个资格是讲什么？讲的是你跟他的缘分要连接起来的这个资格。因为我觉得他算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
区域、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也在努力成为更好的人。那现在是属于你们两个正在匹配着哦，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匹配着了，所以他会被你吸引。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被你吸引。那他也是笔直的往你这边来，因为他走来的这个方向，你所在的世界是他所向往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核心是有你在。他不是因为你走来，但他很自然的向往着某个方向的路上，或是终点，或是迎接他的人有你。好，主要是这个。然后我觉得啦，他选择这个方向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到舒适。他感觉到有一种很温和的吸引力正在把他牵引着往这里来。这个路上，这个路，这个方向不一定是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人生，为了他的未来。他不是这样子走来，他是觉得他是凭着一种舒适的感觉往这里走。好，因为能量是这样显示的，能量是一个温温的。好，底下那个水能量牵引的是一种温温暖暖的。他每次走来都觉得很舒适。一旦他加快脚步，就会满身大汗的那种舒适感，你知道吗？就是会热起来哈。那这是他想要的，他喜欢有生命力的感觉。那你们连通的这一条路就有这个。然后他遇到你的时候，无论是他现在已经被你吸引了，他已经看到你了，还是他还没遇到你，都没关系哈。当他遇到你、看到你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家的感觉，想要有家的感觉，有一种归属感。他有时候会有一种归属感，很像他在家里依赖着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那种归属感。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这个归属感哦。所以我不能说你们两个是互补，或是你们两个是一样的人。我大概只能说，你很像他以前丢掉过的东西，不知道是这辈子丢掉过还是前几世丢掉的东西。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这一种终于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的感觉哈。这是你们那个联动的时候，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的某种感动了。至于你这边看到他是什么反应，我这边还没有看到哈，只能说一直都是你牵引着他，拉着他往你这边走来。目前这个能量比较强哦。来继续往下翻看就知道了哈。就是这样子。好，只能说哈，他看你啊，看得非常、非常仔细。我想他应该已经真被吸引你了，被你吸引住了啦。因为我已经知道他的目光了，他如何看到你，他看你看得非常仔细，他看到你身上，他遇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有一种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生活各方面，他可以终于有找到一个解脱的感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可是他就是觉得看到你身上有一种能解救他的东西，所以他觉得他看到了彼岸边那一个日出。大概是这个感觉，好，然后他突然想要武装自己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够，他想要更好，因为他想要到那一个彼岸，你在那，他觉得他终究要到那个彼岸，可是他在想自己到了那里之后，自己够好吗？所以我们白话点讲哈，他现在被你吸引着，但是他还没有决定要出手，他还没有决定要跟你告白，他会在一个准备好的情况下跟你说，因为他现在心里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他觉得他不能轻易的就出现在你面前，然后告诉你说他想要保护你，或者想要成为你的伴，或是他想要成为你的依赖，这种他觉得自己不够好。他有这个概念，他自己心里有这个概念了，因为他这个概念土能量非常强，下的非常重，非常扎实，看得很远。很实际、很现实、很生活化。他不想要让这件事情变成是一种绝对浪漫主义的奔向你，而没有任何的责任感，或是没有任何的让你
给你任何的寄托的或是承诺的语言。他现在在想这个，所以他在挣扎。他在挣扎着，怕你被别人带走，怕你变成别人的，怕自己出手告诉你的时间太慢，怕自己表白的时间太晚，所以他在挣扎着，到底应该现在跟你说，还是先等我的能力变好，还是可是他心里有某一种自信，就是没关系，等到好了，终究能跟你在一起，因为。他为什么这个概念？因为底下的这个门打开的水能量或什么能量打开，最底下有一个你们两个牵引的那一个能量在很深的地方，在他的无意识里面，让他产生了某种这个的自信，所以他不怕时间的拖延，他不怕他不怕他的迟到啦。有这个概念在底下走，所以我只能说，你可能要等一下，但他就在你附近。而且你其实找不到他，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隐藏的蛮好的。我们常常看到这种题有一种暗恋成分的，通常你都找不到他，因为通常这种要准备好才要跟你告白的，你通常都找不到他。而且这一题啊，他还没有试着要先跟你做朋友，他连朋友这个关系的这个圈圈的讯号，我觉得他都没出来。他躲得很好，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躲法，就是他到底用什么关系来一直看着你。但我这边我在寻找一个东西，我在寻找你们是否已经有接触过了，有讲过话了，有深刻的互动了，让他这么的对你着迷这里还没有，我没有这个讯号。那我找看看好了等一下8了，8的圣杯，我觉得我觉得你们有互动到，有讲过话，也因为有互动到，有讲过话，所以他决定先不让你知道，有这个讯号因为他这边有一个背离你，先离开这么激动的情绪，先抛下跟你瞬间的一个爆发，他内在的能量，他有这个讯号，而且已经发生了，所以我觉得他跟你有互动到，他不是只是跟你有看到你或就喜欢你，或者在网络上看到你就喜欢，没有，他有跟你接触过，所以他才产生对你的这个情愫，对你的喜欢，可是他不会让你知道那他自己内心，我刚说他内心有在挣扎嘛然后他其实也有一点想要放过自己这么要求自己，就直接跟你说看看后面怎么样，但是他过不了这关，他过不了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超级严厉的要求，是非常严厉的，是我觉得是最大值的对自己的资格的要求，是最大值的，没有空间，没有休息空间，他一开始就设定在是最大值的对自己的要求，要求到好，他才会跟你说那不过还不错啦。从牌面上看起来的时候是有圆满结局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告白的，告白的时刻也会非常好的，是受到祝福的，只需要他好好的过了这一关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但是要再等一下。我目前不知道他这个内心挣扎已经进度到哪里了，不过只知道他现在很挣扎就对了，他现在很挣扎就对了。他自己内心的那一个打架，跟自己打架的这个还在一种很贫瘠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已经打到累了，打到没有粮食补充自己的体力了，已经到一种很贫瘠的状态了。所以我大概知道他有一个契机啦，他打到累了，他可能也会休息了，然后我猜他会顿悟一个心情，就是说。干嘛搞成这样？直接勇往直前去告白就好了。我觉得他也许会进化到那个程度，但我不知道。但我猜测他这个讯号的走向应该是这样啦，因为有一些不错的土能量跟火能量在那边经营着他内心的挣扎，而且都是正面正向的。我相信他会有一个觉醒的，他有一个觉醒的时刻，但是还没来还有一个觉醒的时刻，因为在觉醒的路上，在觉醒的连接上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能量的。状态都是一种被支持的光明面，
被祝福的光明链，而且那个火的能量是用来照明的。就是指路的、引路的，所以我才看得到说他可能在某些停滞的时候会突然觉醒、休息的时候，因为他现在的心态，我觉得他忘记休息了啦，他忘记休息去想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挣扎？他为什么还不跟你告白？他忘记想了。我猜他在这一个劳累感到了顶点之后，他躺下了休息了，觉得自己好累了的时候，心态上啦就觉得累了，他觉得他自己太烦自己的时候，他心里的新的门才会打开，他才会有的觉醒。那他觉醒之后，他就会知道说，其实，他会知道两个事：第一，他会知道说，其实自己已经够好了；第二，他会知道说，应该要顺其自然的去跟你告白之后再看看，因为你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忘记了，他太在乎自己的表现了啦，不过。宇宙啊讯号并没有在提醒他，但是宇宙啊讯号的能量的走向是会处在一个比较温和、有觉醒、有理解的状态之后，他就会跟你告白、跟你表白，他就会浮现出来，而且浮现出来都会很快。他有点像是他会直接蹦出来在你面前出现，然后就告诉你。那你的反应到这边都还是没有看到。这一组牌几乎都在讲这个人的心境、这个人的想法、你的反应呢，跟未来你们两个相处的情况这边都还没有出现没有出现一般你其实如果看我很多影片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我每次常常想到就会提醒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以这个题目来定的时候，但它时间点可能呈现的不一样，它不会是一种通的，它不一定会每次都告诉你说，你遇到它之前会怎么样，遇到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们遇到之后会怎样，不是每副牌它都会讲那么多，它牌面翻出来，它会着重在你该知道的讯息，所以在2号牌的讯息是在告诉你说。这个人呢、现在在做这一种很慎重、很有责任感的准备，所以以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牌面希望你好好的去等这个对你来讲很负责任、很有责任感的人，对自我要求也很高的人。对自我要求会这么高的人呢、通常他会给你的东西都是以他深思熟虑、选择好的好东西给你，包括他自己，好吗？所以这是值得期待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结的部分哈。好，两个人连接的部分，这个好了。好。我看一下哈，你们两个这个遇到这个缘分，我觉得是在这个宇宙能量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原本你们彼此都有都有复数的选项，类似的选项。那在这个宇宙之间，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选择跟淘汰之后，把你们两个选好了，要出现要相遇了。因为我看到了某种力量，一种筛选的力量。所以其实，在你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一题不是只有你吸引着他，其实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也发现他会吸引着你，因为我发现这是有一个平衡的力量不是他来依附着你，没有因为这一题，怎么说？只是因为现在他先看到你了，所以他在做的准备的情况，他会觉得自己属于一种比较下风的，或是属于一种追求者。但其实他没有料到的是，其实你知道是他的时候，其实你会蛮开心的因为这个能量的连接有一种排除万难的相遇，这有一个排除万难才让你们相遇的感觉然后你现在的确是完全不会发现他了，因为你现在是处在一种对他的能量出现的无感状态那你们两个人怎么说？就是说你是处在一种无
感的状态，无法感受他的能量的状态，而他正在琢磨着让自己成为愚人牌那一种抛下一切、勇敢往前走的状态。我们现在两个是处于这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以你不会知道他一切就还是要等他那一步怎么跨出去。那等一下到4这里还是在讲啦，他内心的挣扎其实他需要有另外一个声音来帮助他啦，但是他身边其实没有人知道他喜欢你啦那我想你们可能有共同的朋友，但是关系很薄，所以他也没办法去问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可能对你也不熟，所以他只能一个人自己慢慢的想，一个人慢慢的挣扎了自己慢慢挣扎，但是他这个挣扎的嗨度、激烈度会慢慢的降温，就到我刚说的，会到一个休息状态、劳累状态，能量用完了，然后才会进入要跟你告白的那个阶段，都有，因为愚人牌已经出来了，愚人牌已经压在那个转换的路口了，所以他势必要在他想通觉醒的时候，新的觉醒、新的升华的时候，要经过这关才会有下一步那这个是你没办法左右的，或是你做任何事情去影响他没有，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他会在哪里，然后两个不知道他在哪里，两个没有这直接的接触，你没办法在你身上做出任何改变来影响他，没有，因为他在他眼里你现在已经是固定的样子了只是今天你看到这个牌，你的眼神会多出一个讯号，就是你在偷偷观察到底是谁。这个他可能会发现，但是我必须说，你不要找，因为你这个眼神所散发的能量会让他离得更远，因为他也会发现你是不是知道他喜欢你，因为在他的世界想象他会这样想，没错。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找，也不要释放出观察谁在看你，不要啦，你会把这个能量让它变得更远了。我必须替他说话，他不是怯懦或是胆怯不跟你讲，不是，是因为他太有责任感了，他还在准备你可以认真期待啦。我觉得这个状况还蛮好的，我一直感受到他那边有非常强大的能量，我都有点快想要直接去跟他说，你在堆积这个能量都是浪费啦能量已经够足够了。希望我能够传达在空间里传达这个讯息，让他在梦中听到我是有在故意把这个能量注入在一个共感里面但他会不会接收到，会不会在梦里突然得到这个，在梦里梦到某些奇怪的事情觉醒，我也是不知道了但是我的期许如果够强的话，希望他会知道。来，我再看我现在在看的是他这个人现在处在的一个难关跟他需要的变化里他需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他要觉醒前跟你告白前，他有一个过程，他可能要经历。我帮你看一下是什么那因为这个我们帮他看了之后，这个意识我觉得会注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集体意识流，我看他会不会这个意识会不会流到他那边呢？我会加注我的想法跟意识进去。看他那边有没有办法吸收到这个讯号，然后突然醒了当然不是我直接告诉他，但是有的时候集体意识就是这样，你脑袋会突然出现一种全新的讯号，让你想通这个不是一个直接的外力可以的啦。所以我们帮他翻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来解读之后，我们就有新的意念进去那你可能也会有一种等不及的意念出来看会不会影响到那边的新的觉醒那现在的状态宇宙他这牌在很想要告诉他说，他其实跟你的能量已经是同步了只是因为是同步，所以他觉得太靠近你了，所以他开始紧张，觉得自己的不足其实他有感觉到他跟你同步，他也感觉到他快要跟你表白了所以他在他的角度上，他其实是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所以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去休息，去放空或是离你远一点我把这个意念放进来了，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思考到，或是得到这个然后他需要重新整理，他需要重新看一下自己的现在的状况，他现在太紧张了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太靠近你了，他需要离开你远一点，不要注意到你表演的讯息，他几天或1个礼拜都可以，然后净空一下，平衡一下自己的太靠近你，因为我觉得你的能量场跟他能量场有点相似，因为你们有点像，其实你们有点像
我刚刚是不是说，不是你让他你吸引着他而已，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被他吸引。其实你们的能量对我来说，现在看起来有点两股能量很相似，所以因为他现在知道他的对象是你，所以他的感受那个磁场相似的能量比较大，所以的确他需要先远离一下，安静一下，他才能够看清楚说，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他只要有点勇气就可以跟你告白。我觉得他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了，因为这边有很多负重的牌，有这种压力的牌，自言自语的讯号都在他身上。你这里其实这边从他那边映射出来的你的处境，其实你这边一派轻松的，也因为你这边一派轻松的感觉，才会让他有一个小小的误解，觉得说不定你也会轻易的拒绝他，有这个讯号哦，也有这个情况哦。好，大致上是这样啦。小小的总结一下，这人还不错，很有责任感哦。他一定会在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之后才会跟你告白，他一定会的哦。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少了什么？他就是少了他以为的准备，跟其实他只需要一股傻傻的勇气就好。我觉得他只需要一股傻傻的勇气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准备那么多自己所谓以为的自己的资格了。哦，不过这样也可以期待一下，他表示这个人，当他跟你告白的时候，是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倒是你的状态好吗？哦，这边都没有提哦，今天2号牌都没有提，我到后面才要提哦。现在你好像占上风，他跟你告白的时候，好像你只要决定好要还是不要。可是我必须说，他会有一个关键点，当你要下决定的时候，瞬间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够好吗？因为他要跟你告白、跟你表白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对象这个人是谁啊？你会不会自己心里也发现，哇，我怎么好像不够好？我适合，我现在跟任何人交往是可以的吗？有的时候你们以为来看牌就是你们很渴望爱情，任何爱情来你们都会接受，不一定。即使而且有时候看起来越好的爱情，你可能当下会却步。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来的能量是什么，来的好有多好，来的喜欢有多喜欢，反而你会却步哦，因为你们会来看，会来这边会表示你们对于感情这方面，你们是会有谨慎的，有想象的，有期待的，不随便的，你想知道是什么的哦，不是来了你当下在做反应的，你们不会，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哈，这个提问是你准备了，你准备好了吗？他这个句子你准备好了吗的好是说，我再把它拉长句子，它就是你准备的够好，把自己给别人了吗？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吼。因为我前面讲了这么多，其实你们两个能量是类似的，是对称的。所以如果他够好，那你够好了吗？很多其实这个哈，因为我有看到他跟你表白的那一瞬间，你们这里有一个讯号起雾了、颤抖了、震动了，表示是否？因为我觉得你们告白或表白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们这边的讯号不稳了，情况不稳了，所以我才会提醒。你虽然等是等，但真的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心情准备好了吗？你真的确定要进入一个爱情了吗？要跟人试着交往了吗？你准备好了自己的开心的心情了吗？你以前的旧伤口整理了吗？好，还是只是不甘寂寞呢？好，这些好，因为不是永远决定权都在你身上。他虽然来告白，他虽然现在被你信着，他会跟你做第一次的表白表达，但是他也有决定权离开你啊，他也有决定权，他也有机会失望啊，是吧？好，我大概只是做这个提醒啦，哦，只是因为你们这边有一个未来性的震动，我感觉到，所以我大概做这样子的提醒。好，那就这样哦。选择2号牌的人，整体来讲是很不错的情况啦，别担心哈。我只是看到一个小缝、小缺口，顺便大概提示一下各位哈，自己好还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我们太常专注于去期待对方够不够好，匹不匹配我们，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而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才是给别人带来麻烦的那个人呢，是吗？哦，好，你们可以再想一下哈。那选择2号牌的们，大致是这样哦。祝福你们呢，哈，谢谢你们来听。
好，我们继续来选到第3号牌的朋友哈，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哈？你正在吸引着谁？好，通常这个牌的话，应该就是人很近了哈。我们一样用5张牌来先看一下整个结构哈，再帮你抓细节。好，看一下哈。哦 ，OK。他这个人哈，现在已经似乎有一些动作了，因为他已经笔直的往你这边走来了，感觉他也像蓄势待发了哈。不知道蓄势待发要做什么，要有一些表达吗？告白吗？哈，都有可能哈，因为他已经一步一步往你这边走，而且是很笃定的想往这边走，而且他是充满蛮多的期待的哦，充满蛮多的勇气也有哈。该怎么说？你现在已经不只吸引到他了，他已经就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他的个性方面啦，但是他就是一步一步要走到你面前，然后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然后跟你表白。在他的角度里，他其实是充满着希望的，也就是说他很有把握。但也有一个部分，我觉得他不一定很有把握啦，可他心里就充满了自信跟希望。他觉得跟你告白这一件事情势在必行。他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心情，就是他不想让你等。他这个人的个性比较像是跟你说了之后再说，但是跟你说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很重要。那你吸引他的时间不长，很短，很短，他就有这个思维了。但他也不算冲动，他是每一步走到你身边的路途上，都一点一点的确定自己要跟你告白，要告诉你这件事哈。所以今天的题目虽然说是确定说你现在吸引着谁，那好像是才刚吸引没有，你这个吸引力太强大了，这个人很快就会走到你身边哈。我这边看到的是这样子，只不过啦，他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一个部分的机会是，他很靠近你的时候，他可能会什么事情都不做，因为就像我在其他牌的时候，或是其他的题目的时候，我都会讲说，很多时候当你们很接近那一个真相答案的时候，反而会胆怯，反而会想等待，或是反而会觉得没那么稀罕，而驻足在那边再看看。他也有这个情况哦，因为这个宝剑能量啊。有出现10的话，而且是在一个，我觉得他在一个他的核心思想的位置，哦，这个意思怎么说？就是说，他必须要在最后的说非常非常确定这个告白能改变他目前的状况，改变他眼前的人生，改变他什么，他才会说出来，哦，不然他会在你附近看着你，他不会做任何表示，因为他宝剑10他要的是一个。转换，他要的是一个彼岸的跨越，从这个岸走到那个岸，所以他现在慢慢走到这里的时候，他要确定的是，他能跟你一起坐着这一艘船往彼岸过去吗？即便他邀约你什么各方面的时候，他有这个把握吗？因为船不等人了，总是要往那里走了，他就是要带着你去。虽然他心里有这个生命力，有这个火焰，有这个渴望，有这个动力，都有。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因为在这一组牌里面，风能量还是比较强，风能量控制了非常多的决定面，所以他到最后有可能什么事都不做，或是还没有决定要做任何事。他现在这个状态有很挣扎啦，因为他在他内心最深处哦，有一股很强的勇气在推他这样子靠近你。但是我没有把握这一股勇气把他推到你面前的时候，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跟你说？所以他有这个挣扎。只不过他现在所处的能量或是牌面告诉我的是，他至少已经走在最靠近你的地方了。所以呢，我想这一个人应该是你认识的人，他不是个陌生人，因为他这边有一个讯号是他能够很靠近你。他不是远远的看着你，这些都没有。
他内心啦，虽然有这个风能量在阻止他要看清楚，可是他内心还有太阳的能量哈，这个是在一种非常高尚、高品质的非常高精神面的位置在带领着他。其实他心里总会有一个黑白两面、阴暗两面，亮暗这两面一直在不断的挣扎啦。也就是说，他内在有一个直觉，他有一个动力推进他一定会跟你告白。但是他的理智时常把他拉住了。我觉得他理智为什么会这样把他拉住，是因为他怕他就这么一次的表达，没办法完全表达他的心意或这些哈。所以看起来啦，我通常会觉得有风能量让一个人想太多，让一个人难以做决定，其实我都不会觉得这是缺点，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责任感的感觉。他不会把责任跟答案或结果或反应交给对方，而胡乱的丢出一个题目。他设想很多，然后希望有个不错的结局或不错的结果。但我相信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反而会觉得对方很怯懦，或是怎么想东想西不干脆。所以我常常在这个概念上，我都会跟大家说，不是的，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不干脆，而是别人很谨慎，但可能过度谨慎了。那他需要什么？他除了需要勇气之外，他还需要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一个契机，或是他需要让自己更松、更平淡，对自己的要求要放弱、放低一点。顺着直觉，顺着整个气势，顺着整个风里的流动，告诉你要告白，你就告白吧。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因为你告白了之后，这个回答的功课就在被告白的人身上，你知道吗？虽然有点不负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游戏是要两个人一起玩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玩的，所以不要想太多哈。你告诉他了，就开始启动这个游戏，也许一下就被拒绝，游戏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没有呢？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告白，游戏就也没开始启动了，不是吗？对方其实从来都不知道你的心意。其实很多人在等着别人跟他们告白，他们也想知道别人对他的心意，所以不要害怕。无论现在看到这里，你想跟谁告白，或是别人想跟你告白，都去赶快做，不要一直停留在暗恋，或是跟一个人很有感觉，可是一直没办法主动。除非对方已经有人了，你当然是不能告白，不能破坏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单身的情况，不如试着告白。就算没有，也先退回朋友，无所谓啊。就告白了之后，就说哦，我们不可能了，好，没关系，那我们先退回朋友，慢慢来。我相信你终究会在一起的这一个人，他能够体会你现在的心情，他就会慢慢跟你再相处下去，看看什么机会出现或什么契机出现。不会跟你在一起的人，你被拒绝的那个感觉会非常明确啦，会非常明确。除非你自己执迷不悟。好。所以呢，以这5张牌来说，我觉得他已经在走在很边缘了，他不只是吸引了，他已经在找一个时机要跟你告白了。来，我们继续看。这已经，哇，如果是这样子，好，有一个你们之间本来有一个很高的墙有一个很厚很高的墙，本来没有门。宇宙或是在你们两个相遇之前，你们本来有一堵墙是看不到彼此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在严厉的把关，严厉的守着，让你们两个不要相遇。但是最近近期门都打开了，你们这个墙本来连门都没有，现在突然有个门了。或是突然有个缝了，可以过来了，而且时机也到了。这个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股强风吹着他进来你的世界，他进来你身边。现在有这个路径出来了耶，那个强风吹着他一定要这样，所以也难怪我在这里看到他内在有一股很强的动力，一定要让他往前走。只是也是这个风能量把他拉进来，却也是这个风能量让他停下来，这真的太特别了。因为它这2股风有一股风是吹起了它内在的动力，
内在的行动力、内在的渴望。但另外一股风吹吹起了他对于事物的现实面，请他看清楚、理解一下自己该做这件事是对吗？还是莽撞的？所以它是两股不同的风在那边撞击。不过啦，宇宙已经讲了，这一条路、这个门都已经为了你、为了他打开了。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真的只是时间问题。我看到的是，他就站在你家门口，只差敲门，把你叫出来要跟你告白，就差这个而已。我看到的就这个，他从很遥远的城门口等待，等着门打开，好不容易等到门打开了，他狂奔的到你家门口的时候，却不敲门。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他心里其实我觉得他心里没有那么多害怕，他心里其实是太过严厉要求自己要表现好，或是他太过严厉要求自己要给你很好的自己，所以他停在门口迟迟不敲门。但是他心里产生的那个无限希望，目前还不够足以去推动他敲那一下门。不过这里牌面有很多好牌，都在说他就是会。他终究会告白的，或是他终究会表达，不一定会，他终究也会表白。那你的反应，你会有的反应，我在这边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一些蹊跷。好，继续看。好，我觉得啦，因为这边我看到的还是这个人这个人其实是有一股很纯净的火焰的。其实你最近如果有人跟你告白，应该就是这个人啦。然后他告白的时候会有几个现象：第一，会莽撞的、胡言乱语的，但是眼神很真诚的。然后讲话会有点没礼貌，他会用错字。因为我觉得他太紧张了，然后会有一种生命力很强悍的感觉。反正你会觉得他有点莽撞啦，讲话没那么精致啦，没那么，因为这边看到有一股乱喷的火焰，但是会有点可爱，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糟，你也会觉得有点可爱，而且你会觉得有点幼稚的可爱。你会不会接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第一个感觉还蛮好的。这边看到的是，我有看到这里你的微笑，一些微笑的气氛出来，你的感觉蛮好的，蛮舒适的。但你也没有很想要立刻回答，因为你就算他跟你表达说你有一股很强烈的不确定感，然后他也会感觉到你有一股很强烈的不确定感，然后他会觉得那不确定就先不确定的吧，但至少我跟你告白了，那你也不要。他也会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突然的状况，会说，好了，你不要回答没关系啦，反正我只是要告诉你，他会有这种状态有可能会有这个状态就只是说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喜欢你，然后他没有让你回答，他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也会不小心停在这个状态，有这个情况出来。因为这边我真的看到有一种很 pure 的火能量有一种生命力很强的火能量在下面烧，而且还是在烈日下，大夏天正中午的时候烧了一个东西，很烫很热，你会感觉到这种无比的热情，所以它会让人慌。它会让你慌，它让他超慌的，所以他表现会变得很鲁莽，看起来很随便，好像语无伦次，没办法表达他真正的感觉。但其实从一种很 pure 的状态来看的时候，他其实就只是想要告诉你说他喜欢你。那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或是你什么时候跟他交往，好像在那一瞬间都没那么重要了。好，这是你吸引到他的时候，这是你现在吸引到的这一个人，他被你有一股能量，很像被迷住，可是他又把它维持在一种很理性的。不过我必须说，这个情况可能没那么快，因为他确实是会停在某一个瞬间，他想要再去理解状况是什么。因为我这边在不断的看到一件事情他心里的那一个火焰、冲动、生命力，跟他的本来的性格不匹配、不 match。因为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心里串起来的这个火能量是。我觉得是他后来才新生出来的一种火能量，他有点不习惯然后这个火能量本来不是很强的，虽然也是温温的什么的，可是对他原本的性格来说不适应。他原本的性格是有一点点在乎逻辑的，不太在乎直觉的。其实
是很有生命力、很有能量的，但他也不是很习惯把这种能量拿去做运动。他可能会拿来动呢，拿去做一些比较静态的事情。也不是说他不运动，只是他他本来使用的活能量都是比较在动脑子的事情。可是今天遇到你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要跟你表达他喜欢你，好像有点像是跑步跑了很久的那种气喘，不是气喘，喘气的感觉。需要很奔放很多，他第一次在身体里感受到这么强大的能量，他其实有一点点不适应跟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整个风能量或是这个门打开，又把它推的靠你很近，所以他就觉得到你附近，都已经在你附近了，何不就直接跟你表达？他有这种这种讯号啦，哦，好，好，我们来多看一下他这个人怎样。我现在状况差不多讲完了，我们来好奇一下他这个人如何。好，来看一下。好，不用这个好了，用别的哈。好，用这个好了。来看一下他的人哈。哦，这个人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就是我最近很常翻到这个牌，每次要翻到要去看这个人的时候，我最近都翻到比较多的是比较符合你心里所期待那个人的样子，还蛮符合的，就是不会差太远哈。这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看你附近周遭有没有谁是你本来就有点喜欢或者符合你形象的人，其实他可能在偷偷喜欢你，因为你在某一刻不小心吸引到他了耶。然后，其实这边有在讲，其实你可以创造一些，你可以试出一些你现在很需要有人疼爱，或是希望有人跟你告白的这种假讯息，或者在 po 文啊、限动或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会有点催促他赶快跟你告白，有这个情况哦。因为我看到这里有一些火能量，好像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火能量，他需要看到一些契机点，他就会能够有所行动。像有这个情况，因为他要跟你连接，他必须找到一个契机点嘛，所以你可能也可以偷偷释放说最近很想谈恋爱啊什么的事情，在消息出去或什么。我觉得他会让他主动性会提高一点点。来哈，10这个牌又出来了。好了，这个其实又再讲一次啦。他可能会在你附近的时候，本来跟你告白什么时候，他就突然压力来了，他就没有办法。这里还是有一个情况啦。呃，不过他这个停滞跟这个想太多，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战胜他想要跟你表白的这个动力，因为我觉得想要跟你表白这个动力有水有火两股大能量在催促着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单一的风能量没办法把它阻止下来，没办法把它阻止下来，所以他现在其实还真的蛮挣扎的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试出一些契机点，就是他想谈恋爱什么的，他可能真的会被激发到一些新的动力哈，因为他心里可能会觉得说，就我了，我要讲出来，我要讲出来。哦，然后这里命运之轮就出了一次，我必须说，真的，他要跟你表白的那个时间点真的非常非常靠近了。原本已经走到一半了，又走到一半了，所以现在应该在75、80%，就是说到100%的时候就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75左右的趴数了。唉，但是这张牌又跑出来阻碍了。你看哦，它这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命运之轮都在这边，很靠近，它有一些关联性哈，有一些很重要的关联性。这里也是，他又讲一次，已经连讲我觉得他已经连讲第4次了。他到最后要跟你表白前，他会停下来不表，已经第4次了，所以现在他可能真的是有这个状况。然后我觉得啦，应该要有一些契机点，所以我刚刚在这边找到，我觉得你要试出一些你想谈恋爱或什么的讯息，去活化一下他的动力哦，或是反正就要有这种契机，就是你这边要放出一些漏洞、一些机会的现象，让他觉得
他好像可以轻松的跟你告白就好了，不用想太多。我不知道他现在就是你这边可能要释出某些讯息给空气、给朋友圈这样子哈，或者你可以说好希望有人暗恋我，好久没有被暗恋什么这种的假消息。我不知道啦，我只是觉得现在他差一些你这边释出的能量去做反应啦，所以你可以释出一下这种能量，看有没有办法让他做出一些反应就对了。你最近其实我还有看到你现在的情况还不错，你吸引的人不一定是他，只是他现在的能量不止他，有可能不止他，只是因为他太激动了，所以他现在有点僵住了，所以你的某种释出的讯息，看能不能去影响他，成为他的决定里面的一些小小的变数，或是一些介质哈。再帮你看一下他啦，多翻一下他。我觉得翻来翻去都很类似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就是他还在跟自己心里打架啦，他还在被自己内在的那一个不安的感觉阻止啦。我真的很想说，有谁可以救救他？他的朋友吗？有没有他的朋友可以救救他？直接拉着他去跟你告白什么的？因为其实这里面看到很多能量，发现说，其实他那边能量是安全的，人也不错的，很善良的，很真诚的。所以我才觉得为什么不赶快告白？其实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那再看一下。虽然他很可惜，他没有看这副牌，不然有很多话真的是对他讲的。好，他这个人其实他这个人，不是一个很难以决定事情的人，他其实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很在乎新颖事物的人，然后他其实追逐某些东西，喜欢某些东西，学习的东西都很快，有点类似3分钟热度，但又是高级化的版，就是不会只有3分钟，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理解了一件事情，他是一种比较快速、节奏很快的人。那他其实心思算蛮细腻的然后他很在乎自己的一种平衡感，就是说他喜欢他的生活也很有秩序他不喜欢生活变得很极端，就是他希望生活有点规律，要很平衡然后他平常很在乎自己一点的升级，一点的进步，他蛮在乎自己每天一点一点的进步的，所以他为什么到这个点还会要求自己这么高？一定也是前面这个，因为他这样子看起来，他其实对自己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人，要求真的很高，所以他在这一个想跟你告白，已经被你吸引，想要跟你告白的面前，他对自己要求应该已经达到最顶点了，因为毕竟他把一个决定交给别人，来让他知道说他值不值得喜欢一个人，所以对他来讲算是蛮大的挑战。他原本这些要求自己，他只要自己对自己，可是现在情况上对他来讲是一个不适应感。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适应到跟你告白，但是我觉得我目前看到唯一的破口是，希望他有朋友把他说破，或是希望他有朋友把他拉着去跟你认识或什么的。我觉得他的朋友在这一题外力还蛮重要的，外力就像你刚刚我叫你说你要释出一些讯息，让他知道说，就是你想要被告白或什么，想要有人喜欢你这种就是一种外力。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强调的是需要他的朋友，需要第三者。可是这里的牌一点第三者的迹象都没有，目前看起来他只能靠自己觉醒他才能够有下一步动作。只能说你真的吸引到了一个不错的人啦，但是他怎么时候告白，这里真的没有时间点。但他至少现在在你身边至少他还算可以守护你，因为他离你还蛮近的。多近是什么关系？这边没有看到，但是我这边确实是看到他蛮近的，他离你不远，他不是一个陌生人。不过他有一个状况是，他不是一开始看到你就被你吸引的，他是在某一天某一刻你做了某些事，你某些转变，突然吸引到他。他有说，因为我这边有看到有一些前后时间的不一致，
他现在这一个心情不太像是，因为我觉得你跟他有一些别种回忆跟爱情没有关系的哦，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某个时间才开始喜欢你的，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你附近有没有某些人，其实你感觉他在喜欢你，似乎我不知道，我觉得你有可能会想出来啦，有可能会想出来，而且他也没隐藏，你知道吗？他没有特别去隐藏让你知道，他现在比较多的烦恼是要怎么跟你说、哦，但我刚脑子出现一个讯号，如果他这一件事情停在这边太久的时候，他会不小心在某一个时刻会先远离你一阵子，因为他会突然觉醒的发现自己好像没想清楚，他可能会突然有一天会觉得他自己没想清楚，所以会远离你一下子，哦，有可能啦，但那也是没办法，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要求内在心境要很平衡的人，要平衡。可是他这一件事情从我们刚刚从头到尾看完，火能量真的太强了，火能量一直催促着他靠近你，要跟你做什么，所以他的风能量才会拉着他，让他达到一个平衡，因为他其实有一点点。他对你有一点点着迷，有一段时间有一点着迷了。他现在是处于比较冷静的状态了，有点比较冷静的状态。可是我刚刚又说，他好像原本就认识你，他在某一个时间点才开始对你有感觉嘛，所以其实他的心情是蛮复杂的。他有点不太知道应该后来要怎么跟你相处，或是跟你告白之后要怎么跟你相处，这样。所以总之啦，选择3号牌的朋友，给他一点时间啦。如果你身边真的有这个已经被你察觉的人，或是你没察觉都没关系，但是给这一个人一点时间他会准备好的，他会准备好的你正在吸引着这样子的，我觉得他是不错的人啦。至少这一件事情在我看来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他不会玩弄你，他不会随便告白表示他也不会随便跟别人告白他把告白或是喜欢一个人当成是一个很重要、很可贵的事情，就是了。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希望你能够听到一些重点和方向，然后这个人能诠释的东西大概目前就这样了，还可以再翻 OK， 但是我觉得那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他怎么突破他这一个要跟你告白前、要跟你表白前的这一个关卡了，看他怎么突破。希望我这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意念跟就是一些强烈的意识跟牌面上的意识他会不小心会在某一个时间内把他叫醒了。希望那也希望他遇到一个好的贵人把他叫醒了，或者帮助他朋友或什么的，就这样好，选择3号牌朋友，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